给我滚！滚！你别吓唬孩子，给我滚！你给我滚！从我家滚出去，听到了吗？你在我们家住了9天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滚！你说的，你把你的家的钥匙给我的。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不能，我马上报警。我忍你已经够了，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随便，你知道吗？你随便直播，理都不理你。你私传我们家，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把孩子吓的。大家好，我是张明哥。几个小时之前，有朋友在帖子下面喊我去看一下王菊和他前妻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也是刚看到这个视频，王菊确实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吓人，他在屏幕之外嘛，那个他前妻李婷对着自己直播的时候声音很大，很愤怒。但是当王菊看到自己面对这个镜头的时候，他声音就稍微小一些了，然后就回归理性，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说你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多天了，你现在给我走。基本上我可以确定的是，就是钥匙确实是开始王詹给李婷的，就是说你想来就来吧。那时候双方肯定还是有感情的。但是当李婷现在这个时间，他真的过来住了7、8、9天之后呢，就是开始相看两厌了。然后李婷本身也有抑郁症嘛，然后一直哭。然后呢，王菊可能就也到了一个忍耐的极限，就爆发了这样的场面。王菊他是1968年的，然后李婷是1981年的，他们其实相差了13岁。李婷最早他是用大脸陈小熊在这个网名，在中国的微博上是很有名气的。现在看到他微博有830万粉丝。当年呢，微博那个火热的时候，他算一个网红。然后他本身也是博士毕业，应该是中科院的，也曾经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曾经频频接受媒体的采访，上过电视，可以说是公众人物。他曾经也在天涯论坛非常活跃，主要是第一就是他点评金庸小说，并且在09年的时候把他这些网文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李婷博士毕业就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读2年博士后，然后留在大气物理研究所科普办公室，专职做气象方面的科普。说实话，这是工作是挺不错的。他14年的有一些微博了，基本上也能证明那时候他应该就和王菊认识，甚至同居了。比如王菊说发微博他的猫死了，然后李婷同一天也发微博说猫死了。王菊某一天说他去看了电影，然后李婷也发微博他也去看了那电影。王菊说阳台地板在装修，李婷说他的地板也在装修。很明显这就是14年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特别是14年2月的时候，李婷还发过一条微博，他说他虽然不感兴趣，但是订阅了王菊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坚持听王菊的分析内容，然后每天早上一听呢，听几分钟又睡着了，然后又迟到了。他自己做一件其实他自己来说不太感兴趣的事情，那我觉得呢，这可以是一种爱情吧。那这时候他们肯定在一起了。他这个中间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其实没有公开身份，就是用李婷就是10个月前的视频内容来看的话，王菊在公开场合是不公开他们的身份的王菊都让李婷叫他为王老师，就是即使他们在一起参加什么活动。那可以这样说，确实李婷那时候为王菊牺牲了一些那
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内容也是说，李婷最后就是被王菊工作室的这个员工嫁出去的时候，他就说呢，他们的员工都知道的，他跟我离婚，他是有条件的。当时他逼着我来日本，我们才来了2个月，他就要跟我离婚。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好了没有？是他逼着我离婚。他跟我离婚的时候，他是有条件的。他说他不会再生孩子。他说我们之间的女儿是你可以得到他全部的父爱，这都是他说的。我们换个时间直播好不好？但现在他要逼死我，他还报警，他要从。我们换个时间直播。是王菊逼着他来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王菊19年刚开始，他这个号全部被炸掉，那基本上这个时间完全对得上，就包括2020年初，然后李婷很多微博都是日本相关的、疫情相关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李婷是不离不弃的，即使他国内的工作其实是很体面的。然后呢，因为这种感情吧，他就和王志安到了日本，确实不容易。然后到日本2个月后，李婷就说王菊逼着他离婚。那时候具体什么原因要逼他离婚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但是呢，不知道具体的缘由也不好判断。说实话李婷呢，他其实也表现了他这个一些知识分子的特征吧。就是他可能他不太会说谎话，包括翻看他以前的一些微博也能看到他本身是三观比较正的一些人。比如说当时20年初的时候，他就公开给李文亮医生发声嘛。10个月前，李婷的这个 YouTube 开始做一些节目嘛，他肯定是也希望自己到日本之后，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学习王菊做节目有一些收入，并且他也讲了自己抑郁症的事情，讲自己租房的事情。这时候其实他的评论区很多人是夸他挺好看的。如果我们去对比他以前网上的一些照片，再加上10个月前他出镜这个本身的状态，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他这个时候确实长得是挺好的，然后本身条件是不差的。到现在今天我们看他那个直播那个哭的那个状态，你对比一下这2个时间段10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他状态其实是差了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李婷的诉求就是说离婚的时候他给王菊提的要求是可以离婚，但是他们有一个女儿，就是你不能再生了，要确保这个女儿得到王志安所有的父爱。那根据我在网上找到一些信息来看的话，他这个女儿现在大概已经9岁到1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王菊可能是他的新欢肯定有新的感情嘛。或许这个时候已经要生了，然后现在王菊56岁，那其实还挺厉害的。所以就这时候李婷应该知道这个信息嘛，然后就过来了，这个事情不行，他觉得是他这个王菊开始对他有承诺，就是你不能再生，现在你违背了这个承诺。但是很多时候这是吧，感情这个事情你也不能这个勉强，当时的承诺王菊肯定是出于本心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时间在变，人在走，那有一些变化，这个东西不能强求。2019年呢，李婷也有微博，就是说他那时候他已经有几年的抑郁症的病症了。他就说，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的大脑不可能再回到我抑郁症以前的状态。很多时候我忍不住会失望或难过，但是我更多心疼自己的大脑。曾经我所有的学业和工作都是脑力工作，我所有的成就感和荣誉都来自于我大脑。我已经习惯它神采飞扬、生龙活虎的样子，我以为它会永远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生病，且病了这么久。所以2019年到现在呢，他应该还是在受着抑郁症的折磨，所以他本身是抑郁症是挺久的时间的。正好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挺适合描述王菊和李婷的状态的。
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总会不满。特别到了最后，当李汀可能是生孩子，然后把重心放在家庭，他肯定会在那个自己的事业，包括自媒体的经营方面少下很多功夫，再加上他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然后他也是个长期下降的状态。然后他陪王志安到日本之后呢，王志安可以说他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虽然他国内的账号全被炸掉了，但是他从2020年开始每天兢兢业业，到现在已经是中文这个时政的第一大 V 了。所以这种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之下，再加上李汀本身的抑郁症的长久的困扰，那很难说他还能再像10年前那个女人比较美的年龄，那时候的可爱，他抑郁症的原因嘛，这个时候就有些感情可能就很难调和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也不能去苛求。我相信王菊的人品在离婚的时候，在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太亏待李汀。李汀也从来也没有直播过或者其他方面说过王菊安在经济上亏待他，包括他在这个节目上也对王菊做出一定的维护，就是说王菊虽然其他的生活上有问题对他很没有耐心经常用语言暴力PUA 他，但是王菊在职业道德上没得说的，就是曾经有人花300万让王菊这个说假话来公关他，但是王菊也没有答应。所以但现在看到王菊这个事业不但越来越好嘛，我相信李汀可能他也有一定的后悔，然后本身状态又差，所以他找王志安，但这个时候已经是覆水难收了。然后王菊安这时候他已经是开始新的这个旅程了嘛，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些承诺就是已经太久了，就是当时你不能生孩子，现在你又想生了，那所以这时候呢，王志安不知道他是再次结婚呢，还是和另外一方也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那站在王菊的角度呢，他也可以说无可厚非，他和上一段感情在他的视角他已经断掉了，他可能也给出了非常不错的条件，然后前期干什么搬家的时候他也去愿意帮忙，虽然有很多琐事有缠绕着他，工作上也有很多的压力，但现在这个关键时候他可能现在又要生新的孩子了，那前妻又会来纠正他在那儿哭闹他可能生活工作都没办法开展，那所以就是在这个积蓄之下爆发的。那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王志安的错，也不是李汀的错，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结果，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最后呢，我想不管怎么说，李汀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和王志安10多年的感情里这个他开始也患上了抑郁症，然后他们开始呢，王志安确实他也直播说过王志安会对他比较刻薄，然后说话会让他难以接受，他甚至很害怕王菊对他说话，就以前那些就被他贬低的一无是处，那种又恐惧又绝望的感觉一下子全都回来了，然后我就全身都抖起来。我想一个女人如果跟他在一起，然后最美好的10年陪王菊也走过了人生的低谷，现在王菊要继续往前走，而李汀还留在原地的时候呢，而且他本身是个抑郁症病人冷静下来，王菊应该还是会用更加柔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们肯定即使没有爱情，他肯定也是有亲情的。李汀呢，我想他可能也应该放过自己还很年轻，应该去寻找自己新的枝枝蔓蔓。